来，你们来猜猜，如果把我手上这些牛肉全部给康师傅，总共可以得到多少碗泡面呢？话说，你们学校允许吃宵夜吗？今天要复刻的就是这个只存在于康师傅的包装上，但现实生活中永远买不到的宵夜界王者——泡面。你们泡面都喜欢吃袋装的还是桶装的？作为一个武汉人，一手端汤碗，一手挂豆浆，走过闹市，穿过人群，碗中的汤汁还能一滴不洒，那都是常规操作，所以必须要用纸碗，还要比原版大上整整一圈的那种。为了做出原版的效果，我还专门去研究了料包里肉的分量。怎么就剩3片了呢？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还是5片的呀。但是作为泡面界的良心，它怎么着也应该比兰州拉面的肉多才合理吧？而且料包里的肉都是风干过的，拿新鲜的牛肉和它们比，肯定有点欺负人。所以我又专门去买了一大块牛肉，在风干机里吹了整整1碗。OK， 我来称称脱水以后的重量啊，92克。那么一只原版牛肉为 0.8 克，换算一下成新鲜肉大概就是2.8 克，比半个硬币都大。老赵拉面我错了，康师傅你才是最抠的。所以风干肉什么的肯定是不合适的。红烧的话，我觉得这种带筋的腱子肉真的是超级合适，还有这种带骨的牛腿肉可以熬一大锅汤，而且肉的缩水真的是很严重，所以如果想吃爽的话，就得把它切成跟安徽板面一样宽和湖北藕夹一样长的块，和姜片一起冷水下锅焯水20分钟。红烧牛肉的过程可以分成3个部分：炒、炖还有烧。炒就是把除了牛骨以外所有的肉加上香料一起下锅和了，让肉的外层产生美拉德反应。炖就是先炒好黄豆酱、豆瓣酱、芝麻酱、腐乳酱等一系列酱料，再把牛肉、骨头和香料放到开水里和了，小火炖上3个小时，得了一锅泡面的高汤。烧就是把炖好的牛肉加上你喜欢的根茎类蔬菜放到油锅里和了，最后来上一小碗高汤，中火烧20分钟，收汁到略微浓稠的状态。你们看，只要不到1天的时间，一碗用抹布卷起来都好吃的红烧牛肉完成。哎，你们吃饭了吗？没吃的话，来2个硬币就给你们吃啊。不知道你们对面条有什么要求啊？反正对一个正宗的武汉人来说，碱水面才是永远的神。你们家里都有食用小苏打吧？把它们放进烤箱里烤半个小时，就变成食用碱了哈。上过化学课的同学，请把这个反应的名字打在公屏上。现在你们看这个面团是不是很稠？它含水量只有 40%， 稠就对了。而且这种面粉吧，加了盐以后真的很硬，用蛮力的话最多也就能把它擀成这个样子吧。所以还要配上一台专业的和冷机，还有和它配套的专业压面头。只要认真的压一遍，它就会变成和你通宵熬夜以后的脸一样的状态。但这个都不是问题，多熬几次就习惯了嘛。把它压成差不多 1.5 毫米厚的样子，就能形成一张光滑的面皮。最后换个切面头，一刀下去，一片整整齐齐的面条完成。道理我都懂，可是你这面条不弯呐。好吧，为了把它掰弯，我又看了好多网上的教程。据说最高端的办法是用织毛衣的样子，把煮好的面条编织成一整块方形的面团。这完全不会呀！早知道外婆教我打毛衣的时候，我就应该认真听讲的。还有一个办法是找一个烤网，利用球拍穿线的原理，把它们一根根的缠绕上去。这效率也太低了吧！要是康师傅的工厂也这样做，那早就破产了，好吧？哎，说到工厂嘛，如果看看工业上是怎么做的，也就有灵感了呢。啊，原来切出来就是弯的呀，简直是太有帮助了，好吧？我还专门去搜索了这个机器相关的资料和原理，但是吧，果然啥都找不到。唉，心累，真的想不通。同样是机器，别人切的就是卷的，我切的就跟斑马线一样直。哎，它怎么弯了？
我仔细地观察了它们，发现原来是位于边缘的出口比较小一点点，把它们堵住了。如果能在出口施加一道锥形的阻力，一般的线状物体就会在阻力和推力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一排卷曲的形状。当这种阻力被打破，它们就会保持原来的形状被挤出来。所以我马上就去买了一块橡胶板，把它切成和压面机一样的长度，配合上190度的热熔胶，形成两面包夹之势。机器的改造完成。你们觉得这一次能成功吗？劳动人民的智慧就是这样，看似微小的改动，往往就能改变全局。这个是原版的康师傅，这个是改造的碗师傅。你们更想吃哪个呢？看看这牛肉，鲜嫩多汁，放入口中，只觉酥松软糯，入口即化。还有这面条，弹爽筋道，咀嚼之间顿感麦香浓郁，根根弹牙。配上浓郁的汤汁，迷人的酱香，包裹着蔬菜，细卷着肉块啊！泡面的量产自由终于被我实现了。谢谢大家！如果喜欢这种朴实无华的简单改造，就给我来一个点赞、投币加关注吧。我是大碗拿铁，我们下期再见啦！